Hello， 大家好，又是 Adam，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啦。哇，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没有下雨，很干燥，很闷热，有没有？今天的天气比较好一点点，没有这么热，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小小的雨。剩隔壁这辆认识吧 ？Mercedes A Class 来的，代号为 W176， 可以讲是上一款啦，因为在马来西亚已经推出了最新款了嘛，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了的。然后我的频道里面呢，也是有拍过一辆 CLA 250，那个是在2-3年前了的。今天呢，终于有这个机会来一个。首先呢，这视频非常感谢车主JY。你这个是 A180哈？对 A180。哦 ，Recon Spec Japan 哦，因为马来西亚的话呢，是当年推出的时候它是没有卖180的哈，200、250还有45这样子而已。这辆的外形呢，原装也不是这样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原装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改成了这样子的 A45的外观。它这辆车也是一个 facelift 的版本啊，怎样去认呢？你们看的尾灯或者前面的大灯呢，直列 LED 的日行灯的话呢，那个就是 facelift 的，因为之前是一粒这样子的，这是最容易来辨认的。如果你需要内饰来讲，你看它的仪表真的是不一样，之前是银底的，这个是黑底的，就这样子啦。那这辆车你改过了 Stage 2，好吧？那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大家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当年它在外国有出现很多款式，有 A160、180、200、220、250啊，什么等等都有。最高当然是45啦哈。A180跟 A200的话，它是用这同一副引擎，它是代号为 M270DE16的一副引擎，只是说它的 boost 比较不一样的。所以180是122 PS，A200 的话呢，它是156 PS， 扭力为200牛顿米。A200 的话，它是为250牛顿米的。A250 呢，它肯定是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的，也是代号为 M270， 它后面是DE20啦，因为它是2.0嘛。Japan Spec 它是有一个 logo 平面的，我相信它是有自动刹车系统的。经过 remake 之后呢，据说 tuner on the road tuning 啦，没有 dyno， 大概180多匹马力，还有280个牛顿米，从一个122 PS 可以上到180 PS， 好像不容易啊。但是这是 on paper 啦，也是很厉害的 bro。前面的高度为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这是原装的啊，它没有 adaptive suspension 啊。轮胎为尺寸为225/40R18 Toyo Boxer 小弯 8.5JJ 的 rim ET40。单活塞的刹车卡钳。A250的话，它是有一个盖起来的，很明显的话它是比较大一点的。后面呢也是有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也是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Toyo Boxer 小弯也是一样，225/40R18寸。这辆车有电子手刹，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尾灯方面哈。这是只有 facelift 才会有这样子的2个 L 的设计，比较漂亮哈。尾箱空间来讲呢，我觉得比 Myvi 还小一点啊，因为可能是它的悬挂设置的方面啊，这辆车肯定不是 Torsion Beam 嘛，所以它会占了一点空间在这。如果你真的硬要拿 Myvi 来比，我跟你说 Myvi 真的是无敌啦。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开这一辆人开的车，它是一个人字，它也是有改过2.5寸的 piping， 还有 Valvetronic exhaust， 可以调整它的声音的哈。等一下我会打着引擎给你们听一下啊。A45 的尾翼哈，这辆车的话它有4个门哈，完全都是无钥匙进入。照道理来讲，这种 A180 的话它是不会附上的，是 Japan Spec 呢，这个是会有的。最简单来说，你只要是钥匙在身上就可以了。这辆车的原装的漆呢是一个银色的，所以说是 wrap 上的一个灰色的 wrap。座椅旁边呢是皮的，只是中间这里不是，这里是 fabric。坐进去，我的家，哎呀 ，A Class 的话呢是比较可惜一点啊，坐进来大概都没有任何腿部空间。我身高173，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如果你说上下方面呢 ，A Class 会比较方便，因为它不是像 CLA 这样它做掀背哦，所以上车会很辛苦。缺点还是一样啦，它没有什么腿部空间，然后它的椅垫也是很短啊，所以如果你说坐长途的话，肯定是很不舒服的。庆幸的是，泡面呢不是很硬，大概中等。后面有冷气出风口，还有灯。这里有一个中央扶手哦，如果要开置杯架的话呢，就是按这儿，就这样。
至少它会顶在这儿，后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看头，但是后面还有喇叭哦。所以这样子的mileage当年买回来的时候是蛮低的。那你打开门之后呢，那个side mirror会自动打开，这里都是软质塑胶，但是很 high quality 的，这种都是 chrome 的哈。所以它不是什么 plastic， 好像一咬就断这样子。如果第一次进来 Mercedes 的话，他们奇怪哦，我的座椅要怎么调整哈？其实是在旁边这里，有没有？你推一推，你看它这个椅子就可以。左边的副驾是没有啦，我们啊这些都按这儿，这边跟 C Class 这些都是一样的。这里有一点储物空间哦，这里还有的调整你的 lumbar support 哦 ，keyless entry 的button可以拿出来的，看到吧？给你要插锁匙也是可以的，这个东西不要不见哦，跟你钥匙一样贵，也是要1000多块。哇！ damn powerful 嘞 ，start up 很有冲劲哦。我先关闭一下啊，听一下它的声音。诶，打开。哇，很 bang 哦 ！A Class 啊，改了。 这种 exhaust 的话，它们都是很像 A45声音的。但是如何分辨它是不是 A45？当它踩完油的时候，你注意听它声音。1号牙、2号牙冲劲非常的快，那个这个肯定是 A45，因为它真的很有力。如果是 A250啊、A180啊、A200啊，你会听到声音很像，但是它很久才换挡，因为它的动力没有这么好。当年的 A200啊、250啊，它很可惜，当年推出的时候它没有自动的恒温空调哦，用手来调风速啊。如果你今天去买二手的 A250啊，如果你是买到 Japan spec 啊那些 UK spec 啊，它肯定是自动的，有 auto 的。你买到本地的是没有的哈，这个要注意一下。Auto Start Stop 这辆车有。这个头灯的这个打开方式呢，我是非常喜欢这一种。然后冷气的口也换掉了，所以是有灯的哈，有加了这个红色灯啊，藏在这里下面呢，看到吗？哎，这个很漂亮。这个原装是有的橙灯的啦，那它是这里是直接换掉，可以换64种颜色的。这个中间也是有。这个材质呢是摸上去好像绒布那种哦，那种座椅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是硬的。 它是有路纹那一种，这辆车不是 AMG Line 哦，所以它没有 D 型的方向盘，这里是圆形的。换挡拨片，它是用这个叫怀档，你必须要踩你的刹车，然后往下掰，它就是 D 了啦。换挡拨片可以去到 M Dynamic、Sport、Individual、Eco。如果你去到 Sport 的话，就可以用 Manual Mode。N 的话呢就这样，推到去最上面的就是 R。如果你要 Parking 的话呢，你直接把这里按一下，就是啊，这个叫怀档奔驰的哈。电子手刹方面呢是躲在最右边的下面这里，你可以用 手来按，还有2个置备架哈。好，这里还可以调整主机上面的功能啊，这些。这个车主也是换过了，然后非常大个的荧幕哦，相信还有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还有一些手扶箱。开启它的引擎盖方式是在躲在很中间，一个红色拉杆拉一拉。它这里还有一个收纳格是吧？哇哦，哇，还有隐藏式的储物空间耶。这种椅垫呢还可以拉长。 这副引擎是刚刚说了1.6公升的 M270 DE16 1.6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没有油压顶感，但是这个引擎盖很轻哦，没有换过 intake， 但是 remap 过了，现在有大概了哈。on paper 来讲180匹马力，还有280个 torque， 然后前后加了一个 Ultra Racing Bra， 换过 downpipe 啊那些 exhaust 2.5寸白冰，就大概就是这样啦，很顺的一副引擎哦。至少我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它不会吵到我啊。这个就是它的 signal 灯，如果是关掉了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日行灯白灯的，保杆 A45的哈 ，AMG 的也不讲太多，就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外观了之后呢，我们就去上车试驾吧哈。 尾灯很漂亮啊！坦白说了，如果你同一个等级的竞争对手，当年他是打 BMW 的 E 系列，还有奥迪的 A3， 我会很喜欢奔驰的内饰哦。奔驰很会抓年轻人的心态，给的东西都是年轻人喜欢的。OK， 当你挂到 D 之后呢，它的这个手刹就会自动的解除。这个声音真的很像 A45， 真的很像。 其实它很好听一下的，不管是 A250啊、A180都好啊，他们改出来的排气声浪啊，就是跟阿邦阿爹一样 A45的声音，只是说你的动力的话，你就肯定不像 A45咯，那种 pick up 真的是很快哦。对，里面内饰都不一样。内饰都不一样。你看它的 meter 啊，简单来讲，它的这个 meter 有上到320那种啊，就是 A45了。哦，还有中间有挡把的 SO 啊，对，还有挡挂的。如果你把外观怎么改都好。 鲍鱼就算你安装下去了啦，但是人家一瞄你的中间这里挡挂就是知道了。椅子也是可以换的嘛，也是可以换 A45的嘛，只是那个挡挂是不行哈。那杰伟啊，你这辆车是什么时候买回来的？去年10月吧。哦 ，OK， 也是。
你是因为你喜欢 hatchback 的车啊，对，所以就会选择这两种。为什么你不会再可能选择 Ford 啊，还是什么那种 hatchback 啊 Golf 啊之类的Golf 啊这样子？主要是Volkswagen太多问题了，而且再加上我去买Volkswagen的话，以我的性格的话，应该比这俩还严重，就是改它还是什么的。你改的方式来讲，它动力上面是很有潜能的一台车来的啦。OK， 然后奔驰是因为也是它的 logo 在作怪啦，这样的真的 logo 你开出去很大分别。主要是奔驰它比较保值这样也是很保值。到现在的 A Class 如果没有错的话 A250啊，没有，应该是 A200就好了哈。当年3年前大概120,000，现在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呢，没有变过，没有变过的，它的价钱就是在那里。你看同一个年份的 C Class 就好了 ，C250跟330i 的价钱真的是年份对，一样，但是它的相差一个50-60千都有可能，看你的 condition 啊。我这看到的是奔驰真的是很特别那个尤其是保值那方面，这样子轻轻这样子踩 Comfort Mode不到2000转就跟你换挡，然后它是 7-speed 的 DCT 啦，双离合的变速箱，它不像 C Class C Class 是给 AT 我当时驾过原装的 CLA 250的时候呢，我会有一点不是很满意它的换挡的那个速度，我觉得这个不是 DCT 该有的。也许那时候驾它有太多 Volkswagen 跟 Golf， 感觉到哇，人家 DSG 就是也是双离合啊，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子快，也可以这样慢？但是加了这个之后，你觉得慢你再去加 X70、X50的那个气速的双离合，你会觉得这个不算慢了，那个才叫更慢。当你降档的时候，真的是你看好像我现在按一下降档它至少反应是有的，它有 rev measure， 有很顺很顺。我觉得还好嘞，好过之前那个 A250的 pre-facelift 之前的嘞。这辆车还有那些安全配备，我的车一车道偏离一点点的话，它还会敲一下那个 steering， 这个也会就是我 feel 到了。还有提示你不可以靠近前面的车，对不对？它会自动刹车。这个是在马来西亚版本是没有的。你现在是打95还是97啊？我是95的。对，那你打马力缸需要大概多少litre？我记得42，接近90块钱吧。90块钱，就打满了。这样你有算过它可以跑多远吧？一个 KL Drive 的话，最多300，出一点。因为我比较深脚的人，就是哪怕是一点点路我也不可以的。所以 KL Drive 如果你说 Normally Drive 350应该可以吧？这个 Boost 有在看吗？有我是好奇它是多少巴吧？如果踩到完的话，1.2。我是刚刚调1.3多吧，应该是1.3多，你可以尝试一下。等一下我会看我们试一下过一个弯。悬吊不会讲很软甚至如果你硬要讲的话，它不是 AMG line 啦，它都会对我来讲会偏硬一下的。它是舒服的，还是欧系车那种感觉，它的底盘还是偏硬的。其实奔驰主打就是舒服，我觉得主要是舒服。除非是买 AMG line 的话，它会有 sport suspension 这样子，但是还是 OK 的不会讲有点烦那这辆车的这个缺点就是它的后部空间就比较小了，确实比较小。如果你的孩子以后长大了之后，就应该是时候要 upgrade 了。但它的刹车很线性的就是我给多少就给多少，它不会 feel 到就是一踩，一个是太过敏感，一个是太没有力，然后你要踩得更深的话，那个车的反应又来了，可以驾到人家不舒服。这个 OK 嘞，我很容易上手我觉得 Comfort 比较好驾，真的。Eco 是真的可能塞车的时候用会好一点对。AC off。踩完。OK， 我是 feel 到有一点我还是觉得自己换挡会比较好，因为这么累，它上个6000转，它没有那个动力去了然后它才来换挡。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省时间的话，你5500转就好换了好像你看这样4000转去，你反而拿到6000转好像没有什么
明白了。我觉得他浪费时间在他的那个转速了。就可以更快了。啊，它可以更快的，但是它就拉到很高转它才换。但是你看我这样子轻轻踩很 OK， 完全完全不像1.6了。哎呀，它车身动态很 OK， 这样子一下子又来。150就响了。哦，对，我忘了调那个东西。但是它不会一直响下去就 OK 了。也是很潮，就是。完全很轻松，我觉得很好，很够用。改上来真的是要改哦，不然你逼不到它潜能出来哦。你看到 A200 跟 A180是同一副 engine 来的嘞，它是同一副啊？是同一副，但是哦，一个122匹跟一个156匹差很远一下嘞。好像是我有去研究过，好像turbo的大小。哈，好像是。它的隔音也不错嘞，在 highway 来讲是胎噪会相当高一点，因为你换了18寸了嘛。对。胎噪是比较吵的，但是如果讲风声哦，它还可能是我之前驾的 C-Class 是本地 spec 哦，5年车哦，这边又有那个风声啊，可能那个塑胶要换啊，人家是这样子讲啊，但是这辆车说法我是没有听到有风声这样子进来，我就觉得很棒啊，这个。确实，当初我一开这辆车就被它这个吸引了，它的隔音是吧？对，很好。这可不会慢呢，真的。哇，一大清早这么多车，你们去哪儿啊？现在是他又弹回去 automatic mode， 如果要去fully manual是不能的。不能。我记得 A250好像也没有那个 button 给你去fully manual 的。你用一下，它好像还会弹回去 auto。对，就是他觉得你要转牙了啊，可是你还在拖，他就可以auto帮你去调回去。轻轻松松哦，真的完全没有压力。加上它的 Sport Mode 的油门是特别敏感，好像开了那种 Throttle Controller Tuning 啊，还是什么这样子。试一下刹车，哎 ，OK 哦，踩一点点罢了哦。现在是轻轻踩是1.36吧，1.37这样哦。你看0到100的时候，你看它还拉高转，好像后面很虚啊，很空，很明显的。Golf 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Golf GTI， 可是它没有这个强烈，这个感觉后面真的是怎么就这样啊？你还力谁？前面好像给你有力，后面就没有来啊。我有时候会感觉到turbo会lag，一点点哦。那我再试看啊。高转还好啊，高转还好。它的原装设置来讲哦，它因为它偏舒服，它的变速箱啊，它的所有东西哦，它不会给你觉得好像在驾 Golf 那种暴力那种啊。对，原装都很好驾那种，它会很 soft， 换挡也是慢慢的换 ，boost 慢慢的来这样子。你这样子 remake 了之后，我还觉得有精神了啊，这辆车。有 ref match good。旁边有车哎。110过这个弯，哇哦，压力真的没有压力，很舒服。车型会有一点因为毕竟还是原装嘛，但是它很handle得到哎。哦，好的 boost。Power boost 啊！没有，我调那个是原装1.5，没有去调啊。1.5啊，就响啊，对，刚刚有上到1.5啊，就是说应该有上1.5，很 OK 嘞。
蛮有乐趣一下啦。我是比较好奇是 A250跟 GDI 的分别吧了。哎呦，你们干嘛的？要去哪了？OK 啦，这里不用放。